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。有人说，人这一生最难的是看透苦难后还能选择活着。这句话也许就是蛤蟆先生的写照。生活中的困惑与痛苦让人常常感到无力，仿佛整个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但蛤蟆先生却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凡的选择中找到了自我救赎的路。这本书带着一种温柔的力量，教会我们如何在痛苦与迷茫中重新找到活下去的勇气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作者是瑞士作家乔治·斯卡尔瓦尔，他是一位深受心理学启发的作家，作品常常探讨人类内心的挣扎与救赎。斯卡尔瓦尔不仅是一位作家，还是一位心理治疗师，这使得他的作品能够深刻而细腻地触及人心。他善于通过简单的故事，将复杂的人性探讨与人生哲理结合起来，使每个读者在字里行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。斯卡尔瓦尔的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》便是通过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子蛤蟆先生，讲述了如何面对自我，战胜内心的恐惧与痛苦。书中的心理治疗过程不仅仅是对个人的救赎，更是一场心灵的自我觉醒。蛤蟆先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在面对内心的迷茫与挣扎时，我们并不孤单。蛤蟆先生是一个中年危机的典型人物，外表看似平静，他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段看似幸福的婚姻，然而他的内心却充满了不安与迷茫。他曾经有过激情与梦想，但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这些理想逐渐被生活的琐事所淹没，成了他内心深处的痛点。在他的一次偶然之下，蛤蟆先生决定去看心理医生。这并不是因为他遇到了巨大的外部问题，而是内心的焦虑、空虚以及对未来的深深恐惧让他感到无法自拔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一生是否注定如此平凡，自己真的过得快乐吗？心理医生并没有直接告诉他该怎么做，而是引导他去回顾自己的过去，去面对那些他从未正视的情感与恐惧。蛤蟆先生通过一次次的心理治疗，逐渐揭开了自己内心的层层面纱。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没有追求真正的幸福，还在追求外界的认同中迷失了自己。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一次深刻的对话中，蛤蟆先生终于开口，向心理医生倾诉了自己一直以来的恐惧。我害怕面对自己，害怕面对我内心的脆弱，害怕我如果接受了这些，那么我将失去所有。这一刻，他的内心被彻底打开，痛苦与恐惧终于得到了宣泄。通过这次治疗，蛤蟆先生逐渐学会接受自己不完美的一面。他不再追求外界的标准，也不再为了别人而活。他学会了与自己的内心和解，重新找回了活着的勇气。最触动人心的是蛤蟆先生与心理医生的那一场对话。在这场对话中，蛤蟆先生终于面对了自己最深处的恐惧。他深吸一口气，低声说道：我害怕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，害怕一切都只是虚无。这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蛤蟆先生的眼神中满是困惑与无助，仿佛在寻找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，却又深深陷入了内心的黑暗。心理医生没有立即回答他，而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给了他一个安静的空间，去感受那份深深的孤独与恐惧。你可能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在夜深人静时，脑海里充斥着无数的疑问：我到底在做什么？这一切都值得吗？这时，蛤蟆先生的痛苦也正是你我的痛苦。在这个瞬间，我们与他产生了共鸣。我们都曾迷失在自己的内心，无法面对那个真实的自我。可是，就像蛤蟆先生一样，只有勇敢地面对这些内心的恐惧，我们才能真正开始走向解脱。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传达给我们的核心思想是，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，那就是对自己不完美的恐惧。我们害怕面对自己，害怕接受自己最脆弱的部分，害怕面对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情感与痛苦。但正是这些痛苦成就了我们的人生。
故事中的蛤蟆先生并没有找到完美的答案，也没有突然变得无所畏惧。他的改变更多的是一种领悟：我活得不完美，但我仍然选择活着。这一点正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需要学会的课题。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纳生命中的无常与变幻，才是走向成熟的第一步。生活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焦虑与挣扎而改变，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内心来重塑生活的意义。或许蛤蟆先生并没有完全消除内心的恐惧，但他学会了如何与这些恐惧共处，如何在面对痛苦时不再逃避，而是选择面对它，战胜它。就像那句哲理金句所说，痛苦并非生命的敌人，逃避才是。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谷与挣扎，但只有在我们勇敢面对这些低谷时，才能从中汲取力量，走向一个新的自我。你是否也曾在某个不眠的夜晚，突然感到心中无尽的空虚？你是否曾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感到迷茫，甚至质疑人生的意义？或许你曾害怕面对那些不完美的自己，害怕承认那些深藏的痛苦，但是蛤蟆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痛苦并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不敢面对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不断摸索，不断迷失，也不断找回自己，而这一切的改变都始于我们愿意勇敢地面对内心，接受它的一切，光明与黑暗，快乐与痛苦。那么你是否也准备好像蛤蟆先生一样，去勇敢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去接纳那个最真实的自己？